我见到了世上最艳丽的鬼。他妈的，这么好看的鬼居然跟宋英怀那个混蛋是兄弟俩。宋英怀是我的丈夫，在我未过门之前，我就听闻他与他的大嫂举止亲密，而当我过门之后，这份亲密更是演都不演了。我们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已经娶了妻子，按理来说，我们应该……怕什么啊？娶她不过是当生子的工具，给爹娘一个交代。阿怀，我真正爱的人是你呀，曼曼。大哥已经走了，现在你是我的，我的。而当奸情被我戳穿的时候，那狗男人更是大言不惭地表示，他是在遵守与死去大哥的约定，丈夫变成孤家寡人的遗孀大嫂。他劝我大度全盘接受，不然就以善妒之名将我气出休戚。可但凡他查一查，就会知道上清名家、通灵卜卦、混神修道，只要我想要，就没有招不来的鬼。你的妻子泡了我的男人，所以我这个当妻子的来问问你这个做丈夫的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觉得该这么办。嘘，乖孩子别说话，让哥哥好好疼疼你。要瘦了，居然被一个男鬼啃了。印象中，宋应怀的这位兄长爱妻如命，传闻他征战沙场，屡战屡胜，颇得威名。在最后一场战役中，他腹部受敌，几近命陨，幸得贵人相助，才勉强拖着一条命重返故乡。可归家后不过1个月，他便旧伤复发，药石无医。于是临终前，他将自己最爱的女人托付给了最心爱的弟弟。可偏偏，到底是新人替旧人，旧人全给新人做了嫁衣。那些情啊爱啊都成了春江流水付诸东流，你呢头上的青青草原怕是跟你的坟头草一样高咯。怎么还没要够啊？没有。哦，原来你这么想要，那不爱孩子早说吗？这种事就是常做常新。不是啦，你先把我放开。便是我不放，你又能奈我何？我好歹是你名义上的弟妹，你这样对得起你老婆吗？不忠之人也可以被称为老婆吗？我们成婚还不到1年，你怎么能跟别的女人苟合，背叛我们的盟誓？什么别的女人？她是我大嫂，她寂寞找我说说话怎么了？你别小题大做，搅得家宅不宁。弟妹，留不住男人的心，先想想是不是自己的问题。被绿有什么要紧？绿回去不就好了？他对我不忠，我也可以对他不忠。同理，你的丈夫对你不忠，你也可以换个丈夫。你这思路倒挺新鲜。人生不过3万天，你是想快意一时以牙还牙，还是想跟吃了苍蝇似的一直恶心？那就是你老婆。真坏啊！怎么了？饭菜不合胃口吗？不是的，是我怀孕了。我与他争吵跑出家门，失踪1月有余。他非但不担心，反倒满心欢喜的跟别人有了孩子，真是既荒唐又可笑。怀上有什么要紧？能生下来，那才叫本事。别说我只当他这只素鬼是在与自己的亲弟弟暗中较劲，毕竟生前没办到的事被身后人捡了个正着，还要看着他们你侬我侬，任谁都会受不了吧。好了，知道你很惨，但我比你还要惨呢，说不定我还得看着他生下孩子，然后我来抚养嘞。他生不下来的。妈妈不怕，我在这呢，我在呢。您快看看，怎么好端端的让肚子疼呢？这脉象，哎呦，
您怀的是哪吒胎呀？什么是哪吒胎？哪吒胎又被称为鬼胎，怀上的妇人无不被吸干精气而死。而巧的是，顾曼曼的肚皮上正趴着一只婴灵，冲她咯咯浅笑。你看呢？别人都说大哥生前爱妻如命啊，没想到生起气来倒也怪凶的嘞。我只喜欢听话的乖孩子，坏孩子如何，我不关心了。你呢？你会一直是个乖孩子吗？这个……难道你想背叛？没有，我超乖的。那便好，刚才弄疼你了吧？哥哥亲亲你，小宝可不能再生气了。这男鬼挑起情来，倒比我那木讷混账的夫君有意思多了。大哥，咱们现在这样，算不算偷情啊？他们偷的，难道你就偷不得吗？贞节牌坊什么的，全都是立给别人看的。乖孩子，沉溺在欲望中没什么不好，只要想得开，谁不能是新郎呢？包括你这个鬼新郎吗？当然。刚才的话你也听见了，这东西会威胁到你的生命安全。听话，怎么把它剁掉？不可以，谁都不能伤害我的孩子。哪吒胎就是男胎，宋家的长孙必须从我的肚子里爬出来。顾曼曼不知道，正是因为他的那番话，让原本幼小的婴灵越发肆无忌惮。他笃定这份母爱会让他茁壮成长，于是更加贪婪的吸食精气，以至于还不到4个月，顾曼曼就变得形如枯槁。把孩子打掉！不能打！娘，我怀的是男孩，我答应过锦衣要给宋家传递香火的。你还有脸提九姨？要不是你跟怀儿有了这个孽种，哪会遭致祸端，把自己变成现在这副不人不鬼的样？娘，你住口！你大哥才走了3年不到，你就心痒难耐到染指他的女人。你别忘了，你也是有家室的人，你让妮儿怎么办？这么大的丑闻，要是被他发现，什么事不能被我发现啊？我怀孕了，我肚子里是宋家未来的长孙。哦，可我怎么记得大嫂是魏王人的身份呢？这腹中怀的又是哪个的种？那自然是来路不明的野种。身为女子，本该为亡夫守节忠贞，你却不知廉耻，与他人苟合，还敢妄称怀的是长孙。娘，你明明知道妈妈的孩子是宋家的长孙，谁诞下？夫妇能由他诞下？你真应该看看他当时的表情，整张脸都揉在一起了，跟个发面馒头似的，想哭又不敢哭。开心了？那是，虽然宋映怀是真的狗，但他娘是正常人。就凭他啪啪扇顾曼曼那2耳光，我说什么也要跟他处好婆媳关系。宋映怀，你来干什么？怎么成婚这么久了，你是不是也该履行一下妻子的责任？哼，不忠之人不配做你的丈夫，你不妨同我履行作为妻子的职责。闻起来都不甜了，果然是被阿泽玩意儿污染了，沾了恶心的味道。我帮你清理一下。明妮，把门打开！我是你的丈夫，跟我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你他妈绿老娘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到我是你的妻子？现在你把人家肚子搞大了，睡不了了，就想找我给你泄火。你个傻逼，一肚子坏水，没龙没下却道德败坏，自己找个小厮发泄发泄得了，少他妈来烦我！明妮，再不走，信不信老娘放鬼咬你？巧了，要死鬼、饿死鬼、无头鬼正好在附近游走。大哥生前不愧是赫赫有名的将军，死后还这么受鬼敬重。好困啊！那睡吧。万一宋映怀趁我睡着，偷偷爬我床怎么办？我守在你身边，他不会过来的。万一他真的过来，我就杀了他。那一夜，我意外的睡得特别的好。我不知道他爽了多久，只是打那之后，他总是用近乎粘稠般的眼神直勾勾的盯着我，就好像如果我离开他的视线，他就会扑过来对我又啃又咬。我又不会去找他，你不用把我看得这么紧吧？那可说不准，他到底是你名义上的丈夫，
腹中之人不配做我的丈夫，是不是你说的？背叛是事实，伤害也是事实。就算外表再光鲜，本质上还是个烂掉的苹果。你会去啃一个烂苹果，吃得满嘴蛀虫，自作自受吗？安啦，他被你的鬼朋友吓破了胆儿，短期内不会来找我的。听说当夜他还尿了裤子呢。唉，你要不是英年早逝，我说不定真的会爱上你。现在也不迟啊。以后他做你的阳奸夫，我做你的阴奸夫。阴间夫什么的，这个男鬼怎么这么会调情啊？奇怪，头怎么这么晕？宋映华，你喝了迷情酒，若不与我交合，会损伤身体。老娘就是疼死痛死，半生不遂也不与你交合。明妮，我们是夫妻。你也知道咱们是夫妻，那你还敢跟顾妈妈有了孩儿，让我头上的绿帽子绿的不能再绿？我真谢谢你啊！嘴上说着夫妻情分，也不耽搁你心里想着别的女人。你都知道了，我不该知道吗？我们成亲那会儿，他一有事叫你就颠颠的跑过去，全然不顾我新婚夜读做到天明，被全府的人笑话。再后来，我们每一次争吵都是因为他。你就不能让着点他吗？大嫂一个人很可怜的。你只顾着他没有丈夫很可怜，你有没有想过我刚关门举目无亲，我也很可怜。我有丈夫，可我的丈夫惦记着大哥的女人，他失了丈夫，却被你偏爱袒护。吵得最凶的那一次，我跑出去整整1个月没有回家。你有找过我吗？你有想过我吗？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？不，你不知，你只是有求于我，才装出一副追悔莫及的样子。可你别忘了，当初哭着求着要娶我的人，也是你。我与宋映怀相识于岁末寒冬，那时车轱辘陷在雪中出不来，深山寂寥，万景不留痕。我以为我会死在那场冬天。姑娘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不妨我送姑娘一程。上清人士啊，真巧，我也是上清的。姑娘若不觉得唐突，可否告知芳名，盼来日相见，再续缘分。明姑娘，好久不见。他带我马蹄踏进长安花，许我烟火人家，繁华不改。夜色朦胧下，我们交付真心，有了盟誓。你以后只能喜欢我，知道吗？不可以3心2意，对我不忠。要是没有那一天。你说你喜欢我，你说你想娶我，你跪在我娘跟前发誓要一辈子对我好，多么好听的承诺，多么卑劣的行径，将我娶进门又不知珍惜，擅自玩弄了我的真心，又让他受伤心碎。你们男人啊，说的永远比唱的好听。好了，我骂也骂够了，说也说累了，最后奉告你一句，破镜重圆是没可能的，想让我跟你睡觉也是在做梦。老老实实安分守己的当一辈子共处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才能永远维持着表面夫妻的假象。你必须跟我生子！你有病啊你！这一次就当是我欠你的，到以后我一定会补偿你。怀孕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儿啊，你有什么想吃的、想喝的，尽管使唤丫鬟婆子们，千万别客气。还有你，好好照顾你媳妇儿，别总让她伤神。知道了，娘。你到底为什么执着于让我怀上你的孩子？你不是已经有一个了吗？你饿了吧？我去给你拿吃的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用他的孩子去承担我腹中孩儿的阴气，然后一尸两命，我跟孩儿就能活下来。当然可以了，不过是牺牲一个女人和一个我不喜欢的孩子，就能保住我最爱的人跟我长相厮守，这很值。
怪不得想方设法让我怀孕，怪不得使尽手段也要与我同房，怪不得他明明不喜欢我，却想跟我有个孩子。弟妹，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不会如你们所愿，你们休想拿我的孩儿给他的孩取逆。宋应怀，你还真是无时无刻不刷新我对无耻的认知。你既然那么喜欢他，你大哥在世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争取把他娶进门呢？为什么要等我过了门，然后又跟他暧昧不清？哼，抢不过你大哥，所以只敢在他死后玩一出红杏出墙，还敢自诩你俩情比金坚。你也不怕你亡夫的棺材本被你掀翻了？不许你这么对曼曼说话！好了，不吵吵嚷嚷像什么话？娘，你儿，这次就当是宋家欠你的，下辈子我们再好好补偿你。怎么连你杨照大师算过了，赢家女儿天生灵力强大，只有你腹中的孩子才能镇压得住邪祟，保住他们娘俩的命。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，我不能再让我第二个儿子失望啊！我看着他们，一个护着自己的心上人，一个护着自己的儿子，却像被邮件般蜷缩在一块。我明明有夫，却是有名无实般被驱逐；而他明明无夫，却可以坐享其成，享受所有人对他的呵护和爱。那我呢？我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你呀，别再说了，你们都爱他，你们都想要他，我从一开始就不该抱有期待。你哭了？我好像还是第一次见你哭。别碰我！为什么冲我发火？你们都喜欢他，你们都不要我，连姑妈妈运气也太好了，生前被你爱着，身后被宋英怀宠着，你们兄弟俩一颗心都在他身上，谁喜欢我？我现在是有家不能回，有苦没人理。若是早知会落得如此下场，那当初就不要让我跟他相遇啊！我真的后悔死了。我喜欢你呀。咱俩是因为同病相怜，所以才走到一起，互相慰藉。那个大着肚子的、怀着孕的才是你真老婆。你干嘛又亲我？我跟你说了，我不是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宋景怡了？是你先向我求爱的，我应你的求爱而来，所以理论上来说，我才是你的丈夫。啊！你娘有没有教过你，除了招本家的鬼，其余一律视为求爱？寒食素衣，白烛招鬼，与天地共正，你我乃姻亲。小宝，当着我的面为别的男人哭泣，你不乖呀。鬼界与人间的习俗不一样，人间夫妻感情破裂可以和离，各生欢喜，但鬼界认定了就是认定了，是要生生世世纠缠，哪怕生死也要互相折磨的抵死缠绵。怎么，小宝还在想着那个男人？我可是为了你装了好一阵的正人君子呢，你总不会要为了那个男人拒绝我吧？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了他眼中潜藏的东西，被我忽略了太久的强烈的占有欲。那你喜欢我吗？你觉得呢？我可是非常努力的克制，不把你变成跟我一样的了。那我也喜欢你。这人间只留恋一双春风眉眼，似曾与你照面在初遇之前。正式确立关系后，我发现有个男鬼丈夫也挺好的，不用担心别的女人觊觎，也不用担心他花心，情之所钟，一生独一，便是死亡也不能叫他离开我。我想剁掉这个孩子。为什么？这是宋映怀的孩子哎，且不论他来的不合时宜，就算合时宜，流着他的血，我也不想要。我这辈子
都不想再跟他们家有一丁半点的关系。难得小宝这般义愤填不过你真的舍得吗？这可是我跟你的孩子啊！那夜我上了他的身啊！所以这我怎么可能让别的男人碰你？小宝是我的，死了也是我的。失败了？怎么可能？她确确实实是怀孕了呀！怀孕了不假，可谁说这孩子是你的啦？真可惜呀，没有办法给顾妈妈的孩子续命了。阿回，这是谁的野种？我明明给你喂了暖清酒，你也除了我也没有别的人。不一定是人啊，也可以是鬼，比如说你大哥景怡。你见到了景怡？你的长儿媳睡了我男人，我当然也可以睡他男人，这叫跟你学的，多好啊！大家都戴绿帽子，谁也不比谁差，谁也不比谁清高，一视同仁，大大方方，走到哪儿不是独树一帜的风情？景怡那么爱我，她怎么可能跟你有了孩子？阿怀也曾说非我不可，到头来还不是跟你有了一腿。所以啊，大嫂，咱们把目光放长远一点，男人如衣服，这个不行就换换口味呗。没关系，大不了我再跟你生一个。来人！我看谁敢！娘，跟我回家。慢着，倪妮是我的妻子，你不能带走她。打从我见你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个省油的灯。而今你不负所望，玩弄了我家孩子的真心，还敢大言不惭说她是你的妻子。哼，宋家家教可见一斑啊！比起这个，你还是好好担心一下她吧。寻常妇人怀有哪吒胎，不出6个月就会暴毙，算算日子，你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妮儿，你开开门，我知道错了，妮儿。你要去见他，那也不能一直让他在咱家门口又哭又闹吧。妮儿，长话短说，求求你，求求妈妈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错了，只要你帮我这个忙，我以后肯定跟他断得干干净净的。我会只看着你，只喜欢你，只是应着与大哥的情分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妮儿，好妮儿，帮帮我。我考虑一下吧，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什么条件？我都应你。我让你告诉全城的人，你跟他的那点破事，然后继续跪着，跪在我家门前，跪到我满意为止，就像你当初求娶我那样。你一定要这么折住我吗？没错，我就是要让你颜面丧失。啊，听说了吧？那宋家的二公子跟他兄长的魏王仁有一个孩子，还不止呢。那宋家二公子明明有妻室，却让人家姑娘风心碎了一地，竟跟着那魏王仁暧昧不清。一丘之貉，好窃一切，当然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先前你哭着闹着要嫁给他，现在倒舍得让他被众人戳脊梁骨了。不做亏心事，谁敢戳他脊梁骨？无非是自作自受，他应得的。还有娘亲，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他了，所以你就找了个鬼。是啊，他现在是我的夫郎。随便你吧，对我家孩子好一点。岳母放心，我认定了小宝，便是生生世世都不会放开他的。我考虑好了，我不帮你。这跟我们说的不一样。我只答应考虑一下，又没说一定会帮你。不过你也不算亏，本小姐亲自给你上一堂课，叫做负心汉，你活该。女儿，别这么叫我，我嫌恶心。当真要这般狠心，只要你救了曼曼，你日后就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肯定会跟你好好相处，皆是妯娌和睦。我跟娘也会很高兴，很喜欢你啊！我就那么稀罕你的喜欢？这上清又不是只有你一个男人。你这般无情无义，我都要看看离了我哪家正经二奶敢要你。到时候你便是求我，我也不会让你进门了。见过脸皮厚的，没见过这么脸皮厚的。下头，三哥，下次不许不经过我的同意就跑出来。你生气啦？你要是这么想下来陪我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你啊！错了，
下次不敢了。小宝乖，外面都是坏男人，只有哥哥是对你好的。我说，你能不能少折腾我2次？不行，这是惩罚。可你跟个永动机似的不知疲倦，你身子骨招架不住呀。多做几次就招架得住了。小宝乖，哥哥是为你好，只愿你给我食髓知味，才不会到处乱想别的野男人。你不就是那个野男人吗？孤魂野鬼。你说什么？哥哥没有听清楚。小宝说清楚点呢。小姐，宋家遇难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昨夜起了场大火，宋家无一生还。怎么，小宝在为他们难过吗？死了？那太好了！我得好好请支乐队敲锣打鼓，欢送他们入地府。娘，给我钱！一个合格的前任就该像死了一般安静。我可不希望你哪一天上演什么追妻火葬场的戏码，又开始懊恼后悔想追小宝了。哼，前夫哥，我亲自送你去火葬场。你不是锦衣？我的确不是，我是送你下黄泉的恶鬼。妈妈怎么可以剁掉宝宝呢？怀我的时候明明很高兴的呀，还说无论如何都要传递香火。乖的妈妈得死哦！好了，乖孩子，过来吧。思廉大人，你什么时候再给我找一个妈妈？有合适的会告诉你的。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天道好轮回。你那位小夫人肯定想不到，秦岚港上实打实的恶鬼，在阳间装出一副温润君子样。哼，你明明很想把他变成跟我们一样的存在。他总会来见我，100年而已，我等得起。相公，不要等钱了，我们出发吧。怎么了？你说永远是多远呢？远到你停止爱我的那一天。